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更新日常照，这组没硬凹的9宫格直接封神。别光看他阳光治愈的少年感，那张脸上能读出故事的可塑性才是真本事，难怪随手。吴磊更新日常照，这组没硬凹的9宫格直接封神。别光看他阳光治愈的少年感，那张脸上能读出故事的可塑性才是真本事，难怪随手一拍就能让人疯狂心动。这给内娱什么审美启示？刷到吴磊这组 ins 9宫格的时候，我正瘫在沙发上无聊的滑手机，手指滑过去的那一秒，又滑回来了。就是那张他逆着光，头发被风胡乱吹起来，脸上还带着点没睡醒的松弛感的照片。没有精致打光，没有刻意摆拍，连衣服都像是从衣柜里随手抓的一件白 T 恤。可就是这张照片，让人盯着看了好半天，说不出为什么，就觉得心里某个烦躁的角落被轻轻抚平了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这组照片一发出来，评论区直接炸了。有人说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有人说看一眼就被治愈了，还有人说吴磊的脸是有故事感的。说实话，故事感这个词这几年都被用烂了，谁家哥哥姐姐拍个黑白滤镜都要贴这个标签。可吴磊这组照片出来，你突然就明白了，真正的故事感根本不是靠滤镜堆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聊聊这个事，为什么偏偏是吴磊？为什么偏偏是这组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照片，能让那么多人集体心动？先说说这组照片本身，9张图，有在树荫下闭眼的，有对着玻璃反光发呆的，有侧过头不知道在看什么的。每一张都不是在看镜头，不是在营业。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？现在的明星发照片，哪张不是精心设计过的？角度要显脸小，眼神要有电，嘴唇要微张，连手指头放在哪里都是算好的。好看是好看，但看多了就一个感觉假，像一个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的精致娃娃，你看完就忘。可吴磊这组不是，他好像就是路过了一个光影特别好看的地方，跟旁边的朋友说爱帮我按2张，然后继续走他的路。根本没想着我今天的把粉丝迷死，这种不刻意的松弛感，恰好成了最勾人的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实。真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太稀缺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？就是当吴磊的这组照片被全网转发夸赞的时候，另一边有些明星的工作室正在被粉丝骂上热搜。骂什么？骂拍图不好看，骂精修过了头，骂把自家哥哥姐姐拍得不像本人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。整个内娱陷入了一个怪圈，明星们拼了命的往完美那个方向跑，可大众的审美已经悄悄变了，大家不想看假人了，想看真人。吴磊这组照片的出现，就像是有人突然推开了一扇很久没开过的窗户，一股新鲜空气滑得灌进来。啊，原来不完美也可以这么好看，原来不刻意也可以这么有魅力。原来我们不是对好看的脸审美疲劳了，我们是对假脸和假状态审美疲劳了。但你要以为大家只是单纯在夸吴磊长得好看，那就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。长得好看的明星一抓一大把，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拍出这种感觉？这就得说到吴磊这张脸的特殊性了。你仔细看他的脸，他的五官单拿出来都很能打，这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但真正厉害的不是他长得精致，而是他的脸能说话。什么叫能说话？就是你看他的一张静态照片，脑子里会自己冒出来一段剧情。他逆光闭眼的那张，你会想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是不是刚拍完一场累人的戏，这会儿好不容易喘口气。
他歪头看着别处笑的那张，你会想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？是片场的小猫，还是跟他对戏的小朋友？就是这种感觉。一张照片能勾出你的想象，而不是一张照片就只是一张照片。这就是故事感真正的意思。不是你表情多忧郁就有故事，不是你眼神多深邃就有故事。故事感是你这个人本身带着生活的痕迹，带着思考的重量，带着不设防的瞬间，这些东西揉在一起，从眼睛里露出来，从嘴角的弧度里淌出来，藏不住，也演不出来。你再回想一下吴磊这些年演过的角色，从《琅琊榜》里心智不全但赤诚纯粹的飞流，到《星汉灿烂》里背负深仇、沉默隐忍的凌不疑，再到《爱情而已》里热血坚韧的宋三川，每一个角色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飞流的眼睛是空的、干净的，像山泉水；凌不疑的眼睛是沉的、有雾的，像深冬的湖；宋三川的眼睛是烫的、有冲劲的，像没被磨平棱角的石头。能把3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装进同一双眼睛里，这本身就是在说一件事：他的脸是一张没有定型的画布，往上面画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当他离开角色，回到自己生活里的时候，这张脸上积累过的所有东西不会消失，它们沉淀下来，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厚度。你看着他的日常照，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经历过很多事，但又被保护得很好，所以才会既有那种沉下来的质感，又有没被生活抹掉的少年气。这2样东西搁在一块，有多珍贵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会把少年气丢掉，然后变得世故圆滑。也有很多人为了留住少年气，刻意不去长大，变得空洞单薄。而吴磊像是走通了第3条路，他长大了，但他没丢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他那个火出圈的骑行 vlog 了。你去看那个视频，一个人在公路上顶着大风骑了几10公里，累得脸都红了，说话还带着喘。没有妆发，没有造型，连角度都是运动相机对脸拍的那种死亡视角。结果弹幕全是好帅心动，这才是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生命最蓬勃的状态，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蓬勃，是踩着单车流着汗，被风吹得龇牙咧嘴，但眼睛里全是亮光的蓬勃。这种蓬勃感跟这组9宫格照片里传递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阳光、治愈、少年感，这些词说起来轻飘飘的，但要做到不让人觉得矫情，不让人觉得装嫩，太难了。吴磊做到了，不是因为他装得像少年，而是因为他身上那股劲本身就还在。那我们换个角度想，为什么现在的观众这么需要这种真人和活人？这就不得不提整个大环境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几年娱乐圈翻车翻了多少人？丽人设的崩了，装深情的塌了，营销完美无瑕的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观众被骗了一次又一次，早就有 PTSD 了。所以现在大家看明星的眼光完全变了，不怕你有缺点，就怕你不真实。你哪怕是有点小毛病、小脾气，只要你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观众反而觉得你可信、可爱。吴磊的这组照片和他在骑行 vlog 里呈现的状态，恰恰击中了这个痛点。他没在跟你喊我很真实，他就是把生活里一个没装好的瞬间甩给你看，你反而被击中了。他也没在跟你说我很有少年感，他就是穿着最简单的衣服，顶着最素的妆，站在树荫底下吹了会儿风，你反而觉得这是少年感本身。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地方值得说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吴磊这组照片里没有一丝讨好的意思？他没有在照片里刻意放电，没有用那种我很帅你快看我的眼神盯着镜头，
他更像是在跟自己相处，而摄影师恰好路过，抓到了这个瞬间。这种不讨好带来的高级感，比100次精心策划的营业都管用。因为讨好的姿态一旦被观众嗅到，魅力值就会断崖式下跌。不讨好反而让人更想靠近。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关系里都成立，放在明星和粉丝之间更是如此。你再看那些真正能红很多年的演员，哪个是靠讨好走到最后的？都是靠作品厚度和个人质感。吴磊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微妙也很关键的时间节点上，他不再是那个大家印象中的童星小飞流了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能扛剧、能演复杂角色的成熟演员。但同时，他身上最珍贵的那部分少年气，并没有被成长抹掉。他像是把少年的赤诚和成年的厚度同时握在了手里。这组9宫格照片看起来只是一次简单的社交媒体更新，但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很多东西，照出了大众审美的转向，从追求精致完美转向追求真实自然，照出了演员个人魅力的底层逻辑不在于你有多好看，而在于你有多大程度的可读性，也照出了当下娱乐圈最稀缺的一种品质活人感。你说，一个在片场连轴转了好几天，累得够呛的年轻演员，收工之后还有心情停下来，看看傍晚的光，让朋友帮忙拍几张照？这份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和热爱，本身不就是一种很迷人的能力吗？你看到的是9张好看的照片，我看到的是镜头背后那个还没被消耗掉的，仍然对世界充满感知力的灵魂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随手一拍就让人心动，不是因为那一秒，是因为那一秒里装着他走过的所有路，演过的所有戏，吹过的所有风。